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哈沟中文频道，我是 Sam 群胜。没错，我们又回来了。今天要来聊什么呢？今天要来聊一段一开始只是来玩，但没想到一待就是好几年的故事。从台湾到越南，从一句越南话新角都说得不太标准，到成功考到了越南语检定 C2 流利级，这条路走得不简单，但真的很有意思。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Adam。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m。Hello Sing。 Adam 你好。Adam 你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吗？好的，大家好，我和一位朋友叫做 Howard， 我们有在越南经营一个教中文的 YouTube 频道，名字是丁花哈哈。如果大家有学中文的话，记得也去帮我们订阅一下。对，在你们频道上面会分享很多中文知识、中华文化，对吧？是的。好，我有一个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就是为什么会想要来越南？当初其实我只是来这里旅游，喝一口水。就可以，可以。因为我们节目就是追求自然，因为今天 Adam 有一点小感冒，所以讲话可能没关系，你们音量可以调大声一点，好不好？OK， 我们一起来听他说话。好，其实当初我只是来这里玩而已，那没想到我玩完北越、中越、南越之后，发现自己真的非常喜欢越南，所以最后我决定留下来学越南语。那也没想到说，因为留下来的那3个月就这样一直待到现在。OK， 好。那时候你对越南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印象？其实在我来之前，我有点害怕，也有点担心，因为听过蛮多比较负面的消息，像是比如说去买东西可能会被宰，或者是有人在路上用手机被抢，所以我来之前我觉得很担心，但是来之后发现其实真的是要看地方，对不对？看个人自己有没有小心，而且老实说，我来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小心，只是很正常的，就是没有站在大马路旁边用手机而已。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那像有人说的会被卖比较贵的价格，这件事我觉得也是看人，也是看人看地方，并不是所有越南人都是这样。总结一句就是要小心啦，不管是在路边使用手机，或者是你自己去市场买东西，你都要跟商家确认好价格。是的，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几年前你来越南？是几年前？8年前？是8年前，大概2017年。2017年的时候来越南就爱上了。是。哇，那也蛮不容易的。为什么不是去其他国家，而是来越南？其实来越南之前我有去过其他国家，但那些国家给我的感觉没有办法像越南给我的感觉一样。我觉得那有种像是一种你遇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人，他也比如说他就是一个人，但是旁边还有好几十个人、好几百个、好几千个人，你就是不喜欢其他人，就是喜欢那一个人。就是你们当中，你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化学物质，所以我觉得我跟越南也有一种特别的化学物质存在。OK。你觉得你目前住在胡志明市，你觉得最难适应的东西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应该是交通还是有点难以适应。是因为车子真的太多了。对，我也是而且我发现我好像来这边之后，路怒症变严重了，对，越来越严重了。就是我很不喜欢就是堵车这件事情，就是只要车子一多，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开心。不过往好的方面去想，这可能在训练我的耐心，所以我觉得我变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有耐心去看待每一件事情。但有的时候路怒症还是会突然发作，这样子。是的。你觉得越南语难不难？
越南语非常难，非常难。是哪一个部分最难？听说读写，尤其是说的部分。听的话，我觉得因为它是属于比较被动的技能，只要多开新闻，多跟朋友聊天，听多就比较能够容易训练。但是说的话，我觉得就算我考到 C2，我目前的发音还没有办法像是非常好，还是有很多字我没有办法发音的很准，或者是有时候越南人也听不太懂。对，我觉得发音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瓶颈，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像觉得说你发的音是对的，但其实他们就是听不懂。对，所以很大的原因就是自己可能没有抓到那个音的精髓。是，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多练习，多练习。对，跟我们的口腔构造、什么共鸣也有关系啦。对，因为有时候也是可能是因为在越南语里面有很多中文不存在的发音，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越南文的发音难。没错。你有没有一刹那是觉得自己好像越南语已经很不错了，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融入越南？有，那时候是我刚第一次考完越南语检定的时候，那时候是在2019年吧。我就开始到一家越南公司上班。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越南语好像还 OK 了。结果没想到进去之后，开始用越南语跟同事工作之后，才发现原来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听不懂，也没有办法说的。对，所以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再苦读一次嘛。是的 ，OK， 但也很厉害，考到 C2。大家知道 C2 多难考吗？我觉得可能你们不太清楚，但是我先跟你们讲好了。就是包含在越南语，在我们台湾繁体中文的 TOCFL、TOEFL， 我们都是有6个等级 A1、A2、B1、B2、C1、C2。那 A1 是最简单的 ，C2 是最难的。所以我听我之前的越南语老师跟我说，一个外国人如果要在越南考到越南语检定 C2，至少要待10年，甚至更久。那 Adam 非常厉害，现在是你的第8年就已经考上了。对，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考越南语检定的时候，是口试的部分蛮特别的，是有2位老师是坐在你前面，对，然后会轮流问问题，听你怎么回答。所以那个时候在口语方面是，我觉得是又紧张，然后你又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有时候很难，有时候会突然吓到。对，因为2个真人在你前面。对，你有这种感觉吗？你那时候考口试是怎么样？第一次考口试的时候，其实非常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去真正考过一个外语的口说考试。但是很幸运的是，我觉得主考官他们的态度也比较随和，比较亲民一点，所以感觉就像是3个人在聊天这样子，所以也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哦，那很好耶，你很幸运。那时候我先说一下，因为在考到 C2 流利级之前，你已经有 C1 了。是，那是什么样子的动力让你决定说你要再考？因为其实 C1 就已经很够了。我说的很够，指的是你可以拿 C1 的越南语检定去申请工作，或者是做任何事。那为什么会想要考 C2 呢？其实我想要考 C2 的原因是想要看看自己待了这8年以来越南文有没有进步。那纯粹是想要挑战自己，就去考考看这样。但没想到真的就考到 C2。哦，那很厉害。你觉得如果你没有长期在越南生活，你考得到 C2 吗？我觉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是因为在台湾，我自己的生活圈里并没有越南朋友，那我住的地方也没有很多越南人，所以如果我住在台湾的话，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办法用很多越南语在生活中，所以如果我不来越南的话，我应该是没有办法考到 C2。那你觉得对于一个住在越南的外国人来说，你有了越南语这项优势，
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享受到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感受啊，还是什么？有我觉得越南人知道我会越南语之后，他们对我的态度都是非常友善、非常开心，而且非常惊讶的。所以我在极大多数的情况下跟越南人说越南语的时候，得到的回应都是正面的，都是比较好的。像是去买东西，可能阿姨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多送我几根葱这样，或者去买东西吃，店主可能会觉得，我是外国人会讲越南语，他觉得很有荣幸怎么样的，然后就多送我一份什么东西，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对啊，我觉得很不错因为我在这边也是，就是有时候他们还是会听得出来那个口音，对，可是他们会对你特别好，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非常好。对，我觉得很棒，我很喜欢越南这个国家，对，很好。花了8年住在越南，那你觉得跟你一开始的自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有，因为在我刚开始来越南的时候，其实我很没有耐心，尤其是对于交通这块，还有对于这边的餐厅或是一些服务业的运作方式，觉得没有那么耐心。但是经过了8年之后，我也很感谢越南，就是教会我，其实在生活中应该灵活一点，不要那么急躁，然后不要到了人家国家还用台湾人的视角去看别的国家怎么做事。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变得比较有耐心，而且变得更灵活一点。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那我相信有很多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正在学习一门新语言，或者是你正在学习越南语，亦或是你正在学习中文。那你有没有什么小建议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就是一些学习语言的小撇步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要分享的？好了，学习语言老实说，其实真的需要每天多听、多说、多看跟多用。因为我个人那时候学越南语是每天都花一点时间来学，而不是1个礼拜只花大概2个小时或3个小时来学。其实已经有研究证明说，每天花30分钟，比起1个礼拜只用1天花4个小时来学，有效的非常多。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每天都需要用到中文。OK， 非常好，谢谢 Adam 今天的分享。我想学习语言的确，可能我们学习到一半，一定会碰到难关，就是想要让自己更好。可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们要怎么去克服它，怎么去跨过它。对，就像是 Adam 说的，你一定要每天去触碰它，每天去接触它。对，这样你的语言会变得越来越好。那重点一定要找到一个动力 ，OK， 动力去学习 ，OK。语言学到最后，学的不只是文法，而是怎么生活，怎么看世界。这8年的越南不只是 Adam 的第2个家，也慢慢的把它变成了另一个版本的自己。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哈狗中文频道，我是 Sam 群胜，这是 Adam， 我们下次见，拜拜。拜。